嘿，欢迎来到每日更新的丰盛好文哦。今天继续为你捕捉恋人的讯号。那今天的题目是：你心里所期待的那个人来了，心里所期待的那个样子、那个情景，就是你常常心底默默不自觉的就向宇宙许愿的那一个人哈。最近来咯，最近要来了。好，我们帮你捕捉一下讯息，看他在哪，靠得多近，还是有什么状况，还是有什么情况，我们来捕捉一下那个能量的趋势哈。好，来，我们先来看今天的三张牌。三张牌哈。这个是梦境的神谕卡哈。来，我们来看第一张，第一张是照亮，照亮明亮哈。好，第二张是平衡。好，第三张是同步。好，我有点刻意的把月亮的形式抓在一起，抓在一起，然后性质我没有特别去抓出它的规律，但是我用图像的方式来抓出它有一个规律。你仔细看哈，它会有一个渐进的规律哈，然后有一种孤独，然后有秩序，再到一种这该讲说是混乱还是丰富呢，还是丰盛呢？看你怎么诠释哈。总之，这三张牌在一起有某一种深层的秩序，希望你看出来哈。那这不影响你选牌，选一张你觉得感受最强烈的，就可以了。那就是共振最强，就这样咯。选好我们就开始吧。来哈，来我们从选择第一号牌的朋友开始哦。好，我用这组插画的牌来看哈。我觉得比较符合今天的题目。那我们先从选5张开始来看你们两个能量的连接哈。因为其实我用的一个牌阵其实是我自己才能理解的，它内容有大概几十种的讯号我会照不同的牌阵跟内容需求来去翻盖，然后再告诉你通常是不需要翻到全部了，就差不多已经有丰富的讯号了。来，那我们从5张开始这张跳出来，那就开始吧。第一张第二，看一下第三，好的，好，再2张目前已经看起来的确是啦他确实是来了而且是笔直的过来他已经，而且选择1号牌的朋友，他已经看到你了，他也不是不知不觉的来到你身边他已经看到你了，他已经确定是你正在往你这边走来，而且似乎有一种难以抵挡他的动力的一个感觉。这个怎么说？就是这个，就说他内在有一种很强的驱使力，驱使他在看到你之后，一定要往你这边走来。然后，它是一种喜悦的心情，而且是一种高度浪漫的心境他为了要接近你，或是想要认识你，其实已经到了他想跟你在一起，想好奇你、探索你，想让你了解他更多。他的心境已经是非常丰沛了，所以在他的心境有一种排除万难。他也有一点点在跟你表达他喜欢你之前，他不太在乎你现在有没有人，或是你们跟谁在一起，或是你有没有喜欢的人。他其实心境上是这样，但当然啦，他跟你说了之后，发现你有在交往对象或什么的，如果是这个情况，当然会立刻退出，因为这边有看到蛮强烈的理智性跟对于幸福追求的一种非常高度的精神洁癖，所以他也不允许自己去破坏别人的现况。但是对于他要跟你表达他对你的感觉跟喜欢，是目前最重要的一件事情，所以跟你表达才是他最重要的。现在目前他一定想要做的事情就像我刚刚有提到的，他对于那一种幸福感
的极高度的精神洁癖，其实现在正在他脑海里面影响他所有的举动。所以他有一点不自觉的把你放到了他觉得幸福的未来的幻想里、想象里。而且是具体的想象哦，他已经开始有点想象到说跟你在一起之后可以去哪里，去吃什么，带你去哪里。这都是一些很生活化的，这个我们常提。那只是说选择1号牌的朋友，这一个人的主动性特别强哦。这一个人的主动性特别强。该说是宇宙的能量把你们连接了呢，还是他看到你的时候就有一个很深的感觉呢？其实这一个东西是复合型的，是重复的。宇宙当然是把它带来了啦，那宇宙也不是主动的把它带来。其实宇宙是有看到了你们的内在能量是有一种非常好的联系。其实，星星才排在这里，恰好就证明了你心中所期待的那个形象，具体的形象，你在影集里、别人的故事里，还是你的人生经验里，一直期待着某一种想要的人，具体的形象。这一次能量，我应该说，宇宙这个能量帮你找到了啦，而且还刚好找到一个看到你就很对你一见倾心，会有一种冲动力、主动性，想要往你这边来的人有哦，你可以期待一下啦。只是目前这个状况还没有显露出你们两个适不适合，能量合不合适，只能说这一题因为这个连结我觉得你可能在某一次有一个强烈的心愿。不知道是从羡慕、嫉妒啊，还是孤独、寂寞太久了，曾经在心底对着宇宙、对着空气、对着无形的世界祈求、渴望着出现某样条件、某样形象的人。那我觉得这个能量被宇宙的某些意识接收到了。那这个人他在某一天也觉察了、开窍了。很不自觉的往你这边走来，然后就这样看到你了之后，发现他对你有很深的渴望、冲动，想要告诉你他喜欢你。那刚刚瞬间的讯号是说，他其实就在你附近了。他已经有没有认识你这件事情，我没有很确定因为这个互动性我还没有感觉到有什么互动性，但是有他看着你的频率其实蛮高的，所以我觉得他在你附近了应该会时常看到。如果是在上班的地方的话，可能是上班的时候会看到；在学校或什么，可能就是同学，可能不是直接的同学，也有可能是反正不远啦。它不远。那这整个感情的基础还是有一个关键点这个也是常常出现的一个情况，就是整个情况，你们的关系，他要跟你表达他喜欢你。他其实现在有一点点不太像是他直奔你这边过来，然后就站在你面前告诉你他喜欢你，好像会有一个翻转的契机，也就是说会有一个小事件，或是有一个事件，才会让他开口，现在所有的能量跟他自己的能量，或是他自己的意志，已经把他拉到你面前了。可是就还差一个元素，因为死亡牌在这边它有一个翻转啦，它有一个分水岭啦，它有一个从零开始啦，所以它必须需要有一个事件，而且它这一个讯号是笼罩着整个全部的一种氛围。所以如果没有一个事件，没有一个翻转的契机，他是不会开口的。为什么说他要开口？主要其实是说你不会收到他喜欢你跟告白的这一个讯息但是以今天这个题目来说，他没有开口其实也是对的，因为这个题目只是说正缘来了，这个题目并不是说谁要告白了。所以今天捕捉到他还没有要开口，其实也是在今天这题也是合理的啦。但是
也不一定会找到他开口的契机的事件，因为现在才5张牌，还有很多嘛。那只是说现在他确实离你非常近，只是还没有开口让你知道，因为整个讯号跟能量还没有到那一个你会接收到这一个讯号的时间点，关键事件的讯号这里也没有出现。所以5张牌告诉你说，他还没有要开口，但他离你很近了。好，没关系，我们继续往下看。我不确定他是不是快要开口了，但是我有看到能量满意了。我觉得再不开口，他爆炸了哈。如果这个事件跟这一个推动他开口的事件一直没有出现，终究他会开口，因为他会爆炸。只是他开口跟你说的时候，他的情绪会非常混乱啦，他会是没有准备好的啦，他会是有一点情感上是直接去冲撞你啦，然后他会表现得很差，他用的语言可能也不够浪漫，他也有可能是喝醉了，然后借酒壮胆，随便乱讲这样子，因为他会到一个爆炸点。那这个只是因为那个事件点还没有出现。那你知道他一个事件点是什么吗？他那个事件点很像是说，一个氛围里有一个浪漫的氛围里推动他了，然后那个浪漫的氛围里你也在其中，然后他会发现你脸上的那一种对浪漫爱情的渴望的表情出现的时候，这个钥匙这个开关一开了，他察觉的时候，他会立刻跳到你面前跟你说，他也喜欢你，他喜欢你，因为他被你内在那一个自然而然渴望爱情的气息、表情、笑容感染了，他会觉得就是这个时候。但是其他时候为什么我说那个契机点什么还没有开？是因为其他时间你没有出现这样子，记得哦，是自然的表情、自然的神情、自然的渴望的一个气息，是自然的哦。所以你没办法从现在一直到处释出讯息，说你想要爱情或什么，这个对他来讲是没有用的，他没有办法感觉到那个最纯粹、最自然的瞬间啦。所以会有那一个瞬间。可是是什么引发你有那个瞬间？这个太细，这个很难看到，但是会有那一个瞬间。因为我看到的那个爱情的连接出发点就是，他从你那得到了那一把钥匙啦，他会感受到就是这个时机，但这也不是随机的，这真的是你会突然在某一个点被外力所影响，比如说看一个影集，或是听别人的故事，或是就手机随便拿一拿，有一些求婚的画面或什么这类型的东西，爱情氛围笼罩的时候，你会有一些表现表达，他会立刻捕捉到，然后他会立刻侵入介入，走路都用了一些很强力的字眼，那就是那个形式了。那记得还是随缘一点因为这边在挑剔一些情感的细节性在挑剔一些情感里的魔鬼啦，就是说原本是一些自然而然就要发生的事情然后在这里我为什么要用魔鬼？因为他们这里在要求要更好的品质啦。我们不是常说魔鬼藏在细节里吗？因为最好的品质的较量都在魔鬼细节里，所以我在那边还说，这里这副牌在跟你说那一个事件点，那一个推动他立刻跟你告白的那一个点，被要求的非常高，被要求的非常高。可是我跟你说，那不是你的错，也不是宇宙的错，其实是谁自己造成的？是他自己，因为他对于爱情、精神面的渴望、想象力，他把它放在最高级的位置。其实这一个魔鬼细节的要求，是他的无意识期待的那一个画面跟那个场景，他内在期待的太高了，所以他在
所以要看到你在你看到要满足从你身上达到那一把瞬间渴望爱情、渴望浪漫的那一个瞬间，要符合多少契机点？第一，他要看到；第二，你要看到那一个让你有感觉的东西；第三，要符合自然而然的浪漫感。这三种是非常难同时出现的但是台面就是会有这个状况啊。因为这是能量叠加之后的一个神奇时刻吧，应该就是神奇时刻。然后这一刻出现之后，一切都会翻新，从零开始。这里又出现一次他在配合了死神牌那边说的，所以会出现，但你不知道是什么时候出现，只有他知道。然后他在看，他在附近，他在等，所以你别担心啦，一样。我们每次看牌都会终究会讲到这个点，就是一定要自然而然的表现自己，你一定要自然而然的感受你现在的生活，因为能量是自然而然的追随你能量是自然而然的组成，让事情发生只要你有一点刻意去营造、去塑造，通常都会失真啦，通常会走偏啦通常本来好好的能量会变擦肩而过，或是没有持续力，所以我才说，虽然你已经知道这个点了，你也不要特别去营造，你就自然而然的过你的生活，感觉任何让你美好的事情，这情况就会发生。因为你以你的标准，你抓不准什么才是那一个浪漫时刻了好，我再往下翻。我并不是说你没有能力发现了，而是你身在其中，你很难分辨哪些浪漫时刻是最特别的啦所以才说你要自然而然的走因为你才能够自然而然的表现那一个最好的浪漫时刻总之，你要放开一个开朗快乐的心境，自然你就能感受到这些了。我们再往下。不知道为什么，可能最近的说话的气越来越薄弱可能释出了太多讯息，但我还是尽量努力帮你们找只是可能会讲的比较慢，声音会比较轻然后这个真的蛮好的这里已经讲到一些之后的啦。之后等到你们这个门打开之后，你们两个相处的协调性就会完全出来了。所以这边也在讲一件事是，你们应该是完全不一样的人啦。为什么要到完全不一样？不是，是不一样。因为这边出现的就是调和水跟火啦。调和水跟火，这个瞬间是这个，他不是说调和风跟土，他在讲说调和水跟火。但他说的是调和或是交换，他没有想融入，所以我觉得你们应该就是完全不一样的人那你会瞬间觉得会有多种不适应，但是同时你会慢慢的发现多种特别的乐趣、有趣、出乎你意外的惊喜，都是不在你的规则里，不在你原本的模组里的东西。但是那不在初期那个要一点一点才会感觉到。所以你初期有一个人跟你告白，有热烈追求，他身上会出现非常多第一不适应，那种不适应很像是我心中所期盼的那个人。怎么好像只满足了一半？你知道为什么吗？因为你无法完全的期盼一个人的模型啦，而且你的期盼里面，就算排列组合列表出来写个10样100样，也不会是全部啦。而且10样100样中间其实有很多是重复的，其实堆叠起来加起来就是1、2、3样一个重点而已，你只能捕捉到一点。所以大部分的情况呢，会出乎你意料，然后要学习一个东西，学习每个人的不同都有其可贵之处，
而每个人的存在并不是为了要完全满足另外一个人而存在的。只要学习到了这个点，你就会知道说，每个人的独特性就是出在于相异不同这件事情上面。同样的，换个位置讲，你的存在也不是为了满足另外一个人的所有需求啊，你们终究不同嘛。只是说，因为今天这一题是要你所期待的那个人出现了，走进了，那多多少少是不会有太高比例需要磨合啦。毕竟这一个本来就是应该要比较契合你的，在你很多的人选当中，只是我这边确实有看到一些初期的吹毛求疵的讯号有出来，所以我提醒你说，不同很重要，人跟人的不同很重要，这样子你们才能够创造出惊奇的火花、惊讶的火花、惊喜的火花，在未来才能够不断创造出。有的时候对方的表现不在你预期的样子，不是说不在你预期的好坏，而是不在你预期的样子的时候，你要立刻转换一个角度，去发现这件事的美好在哪里。要用什么角度才能发现这件事情的美好？你很快就能够，第一，释怀你跟他的不同；第二，接受你身上的不适应；第三，你还能够发掘自己的多面性，这都是一个很好的情况收获跟学习。这一点其实很多人都应该要多练习。初期会有啦，后面会慢慢好啦。我刚刚不是跟你说吗？你们两个会处在一种很快就调和，会慢慢调和终究要慢慢调和的啦。那记得不要坚持自己的品味、意见、角度、原本的审美观、原始的价值观，记得不要太过坚持这一个，因为你会错过了去欣赏这一个人带给你的一种新的价值观、新的视野的好。他可能不会颠覆你原本有的，但他会帮你打开多视角，或是增添你原本看世界的角度，会有加分作用。我不是说他比你好，而是这一份不同所擦出来的火花，会让你的对世界的看法的选项变多了。也因为变多了，选项多了，角度多了，所以你对世界的包容度也会提高。偏见产生的速度跟数量也会减少。就这样。如果你原本就是一个很开阔心情的人的话，那我觉得，那这个初期的这个不适应会一下就过了啦，因为你只会瞬间发现说不一样，然后也就不会有所谓的不适应。这个人我没有琢磨太多啦，我觉得你只要想想，因为我觉得心里所想要的那个人的个性这一件事情，我们很难具体的去诠释跟列表出来选啦，太难了。因为每一项加成起来都是一种抽象的作用，所以我觉得最多只能呈现一种你喜欢的样子、你喜欢的品味、你喜欢的说话方式、你喜欢的肢体语言，这些比较表面的表象的东西，应该会很接近你所期待的那个人。但内在各方面，我觉得你就是会因为跟你不同而有趣啦。但还是要继续帮你挖看看、找看看你们的不同在哪里，然后他是什么样特色的人，没关系，我继续帮你看看一下你们连接的两端呈现什么它连接的路径呈现什么，来看看，帮你看他的样子，你的内在各方面我就尽量不说了除非有需要建议的。这边有讲一个蛮现实的东西你跟他的连接其实是从两种完全不同的世界里面被牵出了一条线，牵出了一条路径。对他来说，其实喜欢你或是开始对你有感觉，对他来讲也是一种新的突破跟新的转换。对他来讲是所以我在想，这边刚刚不是说死神牌就是他要跟你告白，或他跟你告白之后，都会有一种从零再重新开始的感觉吗？其实，在他的内心世界里，他已经有这个感觉了。
他知道他要喜欢你，或者跟你告白，接近你。从他慢慢旁边偷偷的了解你之后，他发现你跟他是完全不一样的人。要跟你相处，他必须要变换自己身上一些东西，他无法100%的做他现在的样子。所以我们有的时候说，很多人会很反抗说，我喜欢一个人，我要为了这个人改变自己嘛。其实这个说法你们也可以调整一下，不是改变自己，而是我刚不想说的那个字，就是你只是需要某个程度上的调整而已，没有到全面性的改变啦，调整而已。维度1到10，你调了到多少？某个点调了多少？譬如说，你跟他相处之后，你总是11点睡，但他平常就是9点多睡，因为他要早起。那他会为了你改变吗？会，因为他想要再跟你多聊一点，所以他可能会调到10点，他就每天会晚睡1个小时。那他还是6点起床，这就是他的调整。他会有不适吗？他会有，因为他少睡1小时。但是他会觉得这个调整还 OK，才1小时，他会慢慢适应，他会找到别的方法，或是慢慢的，会不会是你也提早睡觉了，所以他就变成他只要9点半就可以开始睡了。我的比喻大概是这样，这就叫做所谓的调整，而不是改变。因为我希望大家都明白关系上、相处上都有很多层次啦。光是一件事情的维度，我们先划分1到10的时候，你就已经有多种变化了。更何况还有可能能够发展到100种变化或100种层次。你慢慢体会那个细节，你会感受到其中的那一个乐趣跟那个细节的浪漫度都有。那你也发现你其实能适应，因为调的维度才一点点啊。所以有的时候人跟人的相处有摩擦，需要磨合，需要讨论，需要沟通的时候，其实都不要用一种完全翻新的，就只有1跟10这种，没有，中间还有很多啊。你也可以1.1、9.8，有一种这种概念，慢慢的调整就可以了。不是要为一个人改变，而是记得跟一个人在一起的时候，你就不是一个人的生活了，知道吗？他跟当你的朋友不太一样，会慢慢的不一样，你会慢慢的体会到，这就不是一个人的生活了。如果你一直觉得跟一个人交往或什么要确定关系，你还是你自己，你自己之中还是你自己，其实我觉得他就会变成2个太独立的关系。他除了会淡掉之外，他可能就没办法专注的在2个人成为一体，成为一组，成为一个状态的方向走去了。所以你终究会在乎，你终究会依赖他，你的时间会终究会被他占去。相同的，他的也会啊，并不是一个单方面的牺牲嘛。刚刚不是说了，没有人出生是为了满足另外一个人而存在的。但是2个人要在一起，终究会有一些这种调整嘛，因为要在一起嘛，要让自己觉得我们是在一起的嘛，那一种信赖感、依赖感会出现嘛，所以终究的调整都会有，但是不是改变。记得改变那个词有的时候太切断了，所以你就改成是调整、调频和调一些度数，这样慢慢的适应，不适应再来调整相处就是这样，不要太硬有一些柔软，有节奏的东西，有细节的东西来，还有东西可以翻但是已经讲蛮多的，我翻快一点帮你们看。因为今天这一题其实没有太多的困难啦，只是排给了很多建议的讯息。但我觉得今天这一组没有什么特别需要建议的，可他给这么多建议的讯息，所以我反而会觉得应该会有很多人需要听到这讯息，所以我就立刻把它讲出来。那其实在这里风能量实在太多了所以他这边有在警惕你要我跟你讲一件事情，就是要求真的要放低一点，因为相处之后你会越来，就像我刚刚说的，相处的时候会有很多层次，会有从1跟10变成很多，1、2、3、4、5、6、7、8、9、10变成很多层次。但是他希望你不要误会，变成每一个细节都要严厉的要求，没有，那一个调整是为了让你们2个的相处变得更柔软这里后面翻出来的牌跟上面这个牌在告诉你说，不要吹毛求疵只是调整一下柔软度
调整柔软度跟调整细节的坚硬度是完全不一样，你可以体会一下。你可以要求关系有所改变，但是要用一种调整两个人互相协调的方式来做改变，而不是谁要求谁要为了谁的现在的难处或处境立刻改变或者符合，因为这样久而久之之后，都是一个很重的石头丢来丢去，丢来丢去，就丢来丢去的石头越来越多，也没办法符合啦。谁到某一个时间点，谁接的石头重的时候太多了，它负荷不了了，谁就会爆发出来。所以不要，应该是要柔软的，柔软的有点像手贴着手，手贴着手，这样慢慢的推，然后慢慢的调整，然后它会有一种频率，有一种稳定。其实相处应该是要这样子哈。而不是丢一个东西，你接到了，我接到了，就每个人都这样接来接去，接来接去，总有一天有一个人接不住了，状态是不一样的，所以这边也在提醒，那这一个人，回到这一个人，我刚说你们会非常协调啦，所以，我这边的讯号是，他其实本身主导力很强，但他不会特别想要去主导你要什么。他其实反而我有点想要劝他是，他其实有点想要太依附你了，太附和你了，太以你的想法为主了。我现在看到他的讯号是这个。那如果你知道这个讯号，我希望这个正缘来，有人跟你告白，你确实跟别人交往的时候，我希望当对方给你很多的主导权、决定权的时候，你要试出一点让他主导。让他带领你，这样才能达到比较好的平衡。在选择1号的朋友，今天只有这些牌就讲得很清楚了，然后再帮你翻个6张牌来看它一下。好，帮你翻一下。我以为口条节奏讲的比较慢会，没关系哈。直接放中间好了。这个6张我来看它哈，他在你面前他本来的某种自大自傲，因为他其实他蛮优秀的，应该算是蛮优秀的，因为我有看到他的一个自信跟别人的赞赏在这里出现。可是他跟你一起的时候，他本身的一些骄傲自傲都把它削弱了，因为他想要花更多的时间去满足你然后你会觉得他有点烦，因为他常常会问你需要什么，然后常常问你要不要带你去哪里玩。他的问题都会以你的需求为主，但是其实你要释出一些感觉，让他知道说，其实他可以自己决定就好，你也可以跟着他然后你有时候要试着让他觉得想法上，或是主动性，或是服务你，他会有一种服务你的态度，或是什么。其实你要让他觉得他可以休息一下，不用设想这么多。因为他是这个人，他是这样子的人，他在乎一件事情的时候，他会不希望别人辛苦，他会希望能为别人多做一些什么。那尤其他看他喜欢你，他当然这些东西都会加重啦，都会加重他的个性。然后他其实记忆力也很好。他记忆力很好，所以很多小事情他都会记到。他除了观察力，他除了记忆力很好，他连观察力都很好，所以他会观察你一些小细节，他会观察你一些不耐烦，然后他都会记下。然后以后到了有类似的情况他观察，他就会开口问你说你是不是有什么问题。其实有些问题你觉得没那么大不了，可是因为会被问烦了，所以你可能会有一些不耐烦的表情。不耐烦的反应，这对他来讲也有一点小伤害，因为他其实是很用心的去观察你，所以他也不会告诉你这个不耐烦让他有点伤心，可是他还会另外再找别的方法来补这一件事情。所以以你的角度，其实有的时候要体贴一下每一个人的频繁的问候啦，不要觉得烦，而且反而要好好的回答，要让人家收到最好的讯息，最正确的讯息，就是你的不耐烦或是你的不高兴，其实也没那么严重，连那个没那么严重，就好好的表达，让他知道说，他的关心有时候大于你的不耐烦，他的关心的量会大于你的不耐烦。你要让他知道说，其实没那么严重，要让他知道那个层次。要传达对的讯息给别人个性上还好，其实他没有你的时候，或是他没有要跟你在一起的时候，其实他大部分的时间都非常
追求一种休闲感、舒适感，不要太劳累。虽然他平时对很多事情也是很追求啦，但是他终极目标还是想要休息。他这么辛苦，只是因为他想要达到最高级的悠闲生活、自由自在的感觉。所以他跟你在一起的时候，其实在多多少少在他心里有一种被捆绑的感觉，可是他觉得舒服。他的一种新的能量会像是满足你的快乐、满足你的开心而达到那种新能量，但是其实，在某方面来讲，你应该要有一点点的责任，要让他不要那么辛苦。你也可能要让他知道说你的快乐已经够多了，他就会知道说他已经对你做够多了，不要太多。他其实是一个在感情上付出太多的人了。但他为自己的生活或是各方面也没有给太多。他觉得他其实自己没有要很多东西，但是他遇到你或是遇到喜欢的人的时候，他会比较在乎别人要的东西有多少，他会尽量的满足。他就是这样子的人。好，这就是选择1号牌的朋友。那讯息差不多了，虽然牌给的不多，但是讯息蛮多的。好，我尽量告诉你们了哈。那就这样哦。好，祝福你们选择1号牌的朋友。那谢谢你们来听。好，接下来是选择2号牌的朋友和第2号牌的朋友。我们一样哈，选择5张来看一下你们2个人能量的结构跟连结是什么哈。那今天的题目是你期待的那个人，你心里所期待的那个人哈，已经来了，已经靠近了哈。好，来捕捉一下。好。5张哈，来第1张，好，这样子，好，再2张哈。看得出来他对于我看一下，我先确定一下，他现在跟你已经互动了，还是看到你了？因为有的时候来了不一定互动到。1号牌是已经完全就在旁边了哈。那2号牌我目前看起来好像才刚，也没有好像了，已经确定了啦。我觉得他才刚在你的生活附近出现了。因为钱币4者，然后又圣杯4者，然后又是圣杯1，好多东西都在初期，然后我没有看到那个互动性，没有2个能量的连结，没有2个能量的产生火花，所以我觉得可能还不算是有认识，而且甚至有可能他还没看到你，因为宝剑7的关系啦。他让我觉得他在一种他在游荡，但他在你附近游荡了。只是他还没看到你。那这个附近会有多附近啊？我觉得他才刚开始在你的朋友圈跟你认识的人附近串啦。他才刚在这附近，他才刚认识你所认识的人，那还没有一个契机点让你认识，因为一切都处在一种初期跟未知，还有游走中。但至少今天我们捕捉到了，就表示说，已经不远了，已经不远了。那怎么捕捉这个讯号？就是你心中所期待的那个人，我不知道你期待是个性，还是外在，还是什么，不知道。但近期你应该会有心动的时刻，因为我这边看到的情况比较像是你会先看到他，因为你这边的讯号会比较明确，因为你知道你要什么。以今天的题目来说，所以你近期会有心动的时刻。那个心动的时刻，你必须要在当下确定一件事情，这个是你喜欢的样子，你所期待的情境，你所期待的声音，反正那个人的样子是你所期待的吗？还是只是这个人让你很特别，突然吸引到你，但是他身边他其中散发出很多意外，跟你所期待的不太一样，他的长相不一样，他讲的笑话突然让你有感觉的情况跟你原本所期待不一样。那我跟你说，这是2种不同的状况。我们今天所要期待的是没有那么多意外，
没有那么多意料之外的事情，它会蛮符合你原本的水准、原本的标准和你想象的情境。但是这不是100%占据了你接下来这个故事线或者是爱情线的路，它没有完全啦。我们今天所捕捉的是你所期待的那个人在附近，所以你可能会遇到他，但是也没有完全阻断其他你会有心动的时刻，或是其他人让你有感觉。没有阻断这个部分的线。为什么我会突然这样讲，而不是针对这个你所期待的人？是因为这里有讯号让我发现你有一个心动的时刻，可是似乎没有对齐你心里期待的那个人，没有对齐我今天抓到的这一个能量，所以我只能额外跟你说，最近桃花好像还不错，处在一种你自己的内在水能量奔放所引来、所吸引到的别的桃花能量。是你因为你内在有一种桃花开的气息，不知道为什么，你可以自己去探究你自己。能量不强，但是已经小小的在慢慢的浮现出来。那多强多弱，我还是可以翻牌帮你看了，但是我觉得还没有必要到那里。我可以先翻其他重要的牌，比较重要的大牌。好，这5张先看这个好，来我再看其他的。好，等一下啊。我们就只针对这一个你所期待的人讲就好了，其他的讯号都点到就好了哈。因为那个我们在看其他的影片的捕捉讯号会再讲到了哦。那首先你跟这个你所期待的人他为什么现在看不到你？因为你们中间挡了一个墙啊。那这个墙需要一个门，需要一把钥匙要打开，都还没有开。连窗户都没有，就是有一个墙。你们现在在城墙、城外或者城的2个城市独自生活，但是好的消息是，你们已经到了最临近的位置要这样乐观想那还差什么？因为节制牌在这个位置出现了，它属于一种任务型一种期待，一种今天已经热太久了，你期待着什么样子的雨来滋润你？它是这个讯号，但是宇宙或是情况还没有找到你需要的那个东西，因为连你都不知道你需要什么钥匙，需要什么契机，我们都不知道，但是宇宙还在找，它在让整个故事线，你的故事线，他的故事线，或者是第3、第4人的故事线，要发展到一个程度之后，钥匙跟门就会打开了。那为什么我说没打开？因为世界牌在这个位置它这个位置所建构的方向感跟它的目的是要找到最适合你们2个相见跟在一起的世界。它还在严格的处理这件事。还在处理什么？处理那个世界的样子，处理那个世界的条件，在找、在选择，或是在建造那个你们2个的世界。这样讲很抽象，我讲一个白话的啦，就是你们还没有机会，那你们2个要邂逅的那个事件跟场景还没到啦。就是说，再讲更白话一点，就是如果有一个咖啡厅。你们2个会在那里邂逅，但是要满足2个条件：第一，你要去；第二，要去同一个咖啡厅。所以他的意思就是说，咖啡厅还没出现，那为什么没出现？因为你脑海里还没有出现这个咖啡店的讯息。然后第二，知道了之后，你脑海里还没有出现想去，
或是还没有你跟朋友计划好要去的这个讯息。现在就是这个东西都还没有，那他那边也没有这样子，所以就是还要再等故事线发展了，还没有哈，所以说这个门啊什么都还没开。我觉得他被处理在一种非常严格的状态里去选择，所以可能我觉得宇宙跟这个意念有点在被你的期待所影响，因为这一题是你所期待的那个人，那期待的那个人他其实有包含非常多的幻想跟你的一个直觉的渴望嘛，那你在瞬间的期待跟渴望，你脑海里的画面，你也许自己捕捉不到，可是那一种快速翻页的画面，宇宙会接收到。所以他们为了满足你这一个情况，符合这个题目的情况，叫整理。有的时候连你自己都搞不清楚的时候，他们也会把你整理得更清楚。那你会什么时候会知道？当你进入了那个场景，进入那个情况之后，你会突然感觉到说：“诶，这个就是我喜欢的那个样子。”或是我们在更浅的、更表面的讲，就是你做来就会说：“哇，这里好漂亮哦！我怎么都不知道这里。”然后有时候会在一种更闲话家常，就变说：“哇，这家店漂亮到会是我的前3名。”其实这些为什么会符合你的前3名？因为你内心所渴望的那一个完美形象，或者你所期待的那个场景，在你心里没有被整理出来，所以到了那个情况符合的时候，你会有非常深的感觉，感觉到你的喜欢，感觉到那个美好名列前茅，差不多是这个概念哦。你听清楚就知道为什么这个门没打开了，因为你们两个相遇的场景、情况、时间点各方面切构的方式都还没有在你们的脑海中有出现一种就是没有配对到了，还没有配对到。现在最极致的是已经把你们带到很临近的位置了，但是这个通路、这个窗户、这个门，以现在这样看起来是没有开。那你再等一下哈，如果已经开了，很明确了，那水能量或是你们底下的某些深层最深层的能量，我会看到已经有很强烈的流通了啦。通常很强烈的流通表示有东西开了。现在就是说，我都觉得2个人都还在一种拿着自己的水杯的状态啦。这个怎么说？你们拿着自己的水杯，但却不是在同一个地方装水，是这样子的概念。那如果有联动的话，就会联动了，门开了很接近，就会有一种2个人都在同一个地方装水，是在喝同一个地方给的水，差不多是这样子的概念。但现在就是还没有各个独立性都还太强了。然后因为月亮牌在这里啦，月亮牌在这里定下了一个你们现在关系的一个原始样貌跟模型，就是有点像是盖房子那钢骨建造的材料已经选好了，选出了月亮牌在这里。那它所代表的就是说，目前啦，很多东西都不知道，还没选好在找，在进行中，但都还没有出现，就是很多比较合理的逻辑，或是要让你们见面的东西都还没选到。也许选择2号牌的朋友，我在想，我们太早翻到这个牌了啦，我们太早翻到这个牌了，但没关系，你再等一下，因为至少已经很近了哈，已经在至少不是什么国外2个人在不同国家、不同城市，现在已经很近了哈，甚至只是不同社区而已，还不一定是不同城市嘞，还不一定是邻近城市，已经可能是同一个城市不同区而已。好，那先看这边，然后我再看继续往下哈。我发现了一些特别点，就是有东西要把门打开了，而且这个是一个外力，不是你们2个主动性的。我看到有一个第三个人
我是没看到他是不是你们两个共同的朋友或什么，但是我发现有一个以坏事来讲是一个程咬金的，但我没有觉得，我觉得这个是一个 lucky star，他莽撞的做自己的一些事情的时候，突然把你们两个拉到了同一个时间线上，同一个步骤上，就让人对齐。那我很明确的觉得这个人跟你们没关系，所以我一直没有做这些朋友。我觉得他的没关系却会把你拉近，有点像是什么？就像我用刚那个咖啡厅的比喻来说好了哦，就是你们两个相遇会有一个地点，那他在发送这个讯息的时候，可能在线动发送，然后被别人分享了，好，然后你们两个都看到了，或是你们的朋友都看到了，然后约，然后要去，这样是这一种第三者，这种另外的。因为为什么会这么说？因为女技师牌在这边，我发现它是一种宇宙已经宇宙可能有发现，再这样子维持下去的话，你们的门跟连通路是完全不会再开的。我觉得是宇宙有点大发慈悲的，直接帮你们打开了啦。所以就丢了一个有点像小天使般的人出现在你们两个人的世界里，就像我刚刚讲的，你们两个同时看到有一个陌生人 po 了一个文，然后被分享到你们这里，然后你们看到了，然后你们两个都发现，譬如就像网络上常常看到说有人分享说什么台湾10大网美咖啡厅，我再打个比方而已哈，就是一个10大什么咖啡厅，然后第1名，那为什么？或是分享说这个月新开的咖啡厅5个，然后这一个你们相遇的是第1个，你们两个都看到，然后两个都有兴趣了，那你们两个都要去了，差不多。我是在打个比方，我是这种概念把你们两个的路打通了，好，所以为什么我要说是完全不？因为他女技师牌在这边，像是一种离你们太遥远的一种神秘领域，然后主动性的、介入性的给予你们这种太给予你们这种无法控制的巧合啦。所以我说没有真正的巧合啦，在这个我觉得这是一个创造出来像巧合的东西。所以你们的相遇其实像是一种完全的邂逅。好，那也因为这样子，我认为你一看到他就有感觉了啦，他应该也是，因为这个前面的蛮山路弄得太难了，以至于连宇宙都要用这样子的方式去介入的话，那我就觉得就不会再让你们遇到了还没有感觉，遇到了还错过，所以你们遇到的时候就会有感觉，会有很明确的感觉，然后会有主动性，我相信会有主动性。那这种邂逅，我觉得有点太极端浪漫了，但是好像有可能会发生哦，期待一下吧。目前看起来整个发展还不错，因为我为什么说后面会变得比较浪漫值会比较高？因为我觉得照宇宙的平衡来说，前面弄成这样子，还挡了还不开门，后面当然不会再加注了。我不觉得会有祸不单行啦，我觉得祸不单行它不会连续。它应该中间会穿插好事，只是会被我们忽略。哦，就像有时候你在街上可能小小的出了车祸跟别人撞了，你会觉得哇，今天真倒霉到这个东西。可是你会忽略中间帮助你的人，什么？帮助你叫救护车，帮你车子停好，哦，来问你有没有受伤的人。可是我们只会专注在这个，然后结果后来到医院或什么，然后你会发现拿的药又拿错了，然后这就祸不单行。然后可是可是后来，还有在帮助你的，我不知道，我只是说这个是祸不单行，中间其实还是有好事出现了，只是会被我们忽略了，因为它要达到一种平衡，我们又觉得它会连续，所以我才回到这个点，我就会觉得说，前面已经这么难了，应该要轮到好事要出现了啦，我觉得会等量，所以而且宇宙如果这样子介入的话，因为我真的觉得它不是你的周围的人会做的，我觉得这真的是一个特别的外力，因为它有愚人牌的话，我觉得因为愚人牌，我觉得它不太介入在整个牌面，我觉得它是一个非常独立的额外的
角色额外的牌。如果他在这个位置要促成你们的相遇的话，我觉得他真的是一个很遥远的别的力量、别的能量去帮你们打开这个门。所以回到你们的邂逅情况，我觉得邂逅情况会非常很有感觉哦，也会有点唐突，但是你应该第一眼就会喜欢这个人，他应该满足你蛮多的想象了，应该会，只要你当下不要太紧张、太害怕、太害羞、太挑剔、太其他的不知道什么原因，突然没那么热情，不知道，但是你可以，那应该就很快就会有后面的发展。哦，这个好，我再往下看哦，看一下这个好了，看一下现在的连接或什么，不知道了，继续翻我的习惯。好，我就把它翻完一次看一下这个联动，因为它本来是个3个层次啦，我就不说为什么会有3个层次，我通常可以一层一层讲，但我这次直接翻完，因为我想知道，因为我觉得现在的讯号不够厚实，讯号都还在环绕着怎么让你们2个正面遇到，怎么让你们2个邂逅，可是都没有太多的琢磨在你的心境、他的心境、他的性格。所以我一层一层翻，我觉得太冒险。一次翻3个，我来看看有什么。如果没有，就真的没有。现在只是因为我觉得牌面给的讯息可能都在讲说，光是要把你心里所期待的那个人拉到你附近，已经用了非常多的力量了然后还要让你们相见，都已经用了非常多的力量了。所以至于这个人怎么样，个性什么，就这边就没有。觉得已经不那么重要了，因为它毕竟它是很符合你所期待的来，我看一下，好啦，其实这边有说你们2个人自己一个人自己活着，在不同的世界里都可以，没有一定要相见，我这边得到讯号是，原本你所期待、你想要看到这个人，宇宙就算接收到了，但他们也觉得没有一定要必要的没有这个能量必要连在一起的情况，没有一定要。但是不知道怎么了，突然因为命运之轮出现了，突然好像有一个上升下降的讯号来了。就是说，讲简单一点，就是好笑一点，就是原本你们住在不同楼层啦，你们永远都不会相见啦。但不知道为什么，有一天那个电梯就只停在你跟他的楼层，你坐他就会把你送到他的楼层，他坐他就会把你送到你的楼层，然后你们终究要相见。突然有一个瞬间，命运之轮展开了，这个联动性，这个能量，这个船下面的那个游轮下面的动能，突然就只为了你们2个相见而启动。有一个讯号是这样，然后还加速了要让你们去遇见。我觉得他可能是捕捉到了这一个最好的时机点，跟难得等到了这个讯号，就是难得有一艘船要开到你这里来啦，就赶快把它送上船，让你相遇，大概是这样子的情况。但是就像我刚刚说的，已经花很大的能量、很大的什么把你送到你的附近了，但是中间怎么开门什么的，其实都没有开，可是后来开了前面都讲了，大概是这个逻辑。从这边翻，因为这边我在翻的是到底怎么让你们2个连接在一起的，我在找这个路径。那还好啦，到这里的话，总算有看到一点点你们相处起来很融洽啦，好朋友也觉得 OK， 然后他的性格开始有了他性格跟你不太冲突，
因为只有他那边的火能量很强，然后他是个很热情、很有生命力，可能会带动你什么的。你可能会觉得他很聒噪，因为你这边我觉得他有点冷，所以你可能会觉得他很聒噪、爱讲话。但是久了你会发现，他一不讲话你会觉得很无聊，因为他的有趣、他的热情、他的生命力就在这里。哦，这是现在捕捉到一点点他的东西。然后我仔细看一下，他其实。是一个很会疗愈别人的人，他内在有蛮多鸡汤型的言语，他很会安慰别人哈，他很会看穿别人精神面的需求，所以在他的朋友圈里，我想应该蛮多人喜欢跟他聊天，因为他算是比较偏向正能量的人。我为什么说比较偏向正能量？因为我有看到他阴暗面。有些我会讲说他是一个很正能量的人，可是我之前看到他的一些阴暗面。他为什么会这么比较多鸡汤的话，比较能够疗愈别人？很多人很喜欢跟他谈天，是因为他知道他自己的黑暗面，他知道怎么把它疗愈起来，他知道怎么苏醒起来的。所以他是有比较多正能量的人，比较偏向正能量的人啦，因为他知道怎么让自己站起来，他知道怎么对抗阴暗面、黑暗面这种他喜欢更多的乐观，更多的快乐。他会有点小小的回避跟排斥任何悲伤的感觉因为他不喜欢回到那个情况这是他这样的。那至于你们两个人是不是完全不一样的人或什么，我这边还是没看到，只是我最多只能看到，如果以很安静跟很动态来讲的话，你这边是偏安静，他那边是偏比较浮动型的，比较燥一点，你这边是比较静一点。目前刚好是这样。好，我既然叫我来帮你翻一下他的性格各方面，都看看有没有啦。因为我觉得通常会很明显，但这一组一直都不太着重于那边的讯息。我帮你翻看看，看能不能翻到一些我可以说的。翻2组牌，各翻4张，帮你看哈。等一下哈。好，大概有一些描述了哈，我就照牌面给我的。他之前经历过一段事情，然后他有逃避这个世界跟逃避人群一阵子。那他现在的内在是很丰富的，因为他在那一段时间的时候也把自己重新整理过，然后可是那段时间花得很长哦，所以他遇到你的时候，他其实初步情况的时候，他有点隐藏自己对你的喜欢因为就像我刚说，他这边有很多重新开始的讯号嘛。我觉得他遇到你的时候也有这个讯号，他觉得他不能用以前那个方式来喜欢你，他不能用以前那个自己来面对你，所以他遇到你的时候，心态上会有一种更多的正能量，更多的乐观，他有点像是有点偏向于一种很极端的乐观进取了。他遇到你的时候，他这一件事情映射了他原本内在的一些，他原本不是跟你说他逃避人群或什么离开人群，因为他真的有遇到一些黑暗面的事情，然后让他有所改变，而且他已经有所改变了。所以他遇到你的时候，他觉得似乎好像需要再去面对自己的黑暗面，因为他必须要跟一个能信任他、跟他完全信任的人在一起，或者喜欢。主要是因为他对你的喜欢有点触动到他内心一些情感比较深刻的东西啦。
他原本已经把对于很多情感的敏感度收起来，因为他不想要以前的事情再发生。以前什么事不知道，但是一定是让他觉得内心需要重新掏空、重新整理、重新堆放一次。所以一定有很多敏感的东西被他丢掉。所以遇到感情或喜欢人的时候，一样是极端敏感的事情的时候，就有一种连锁反应，让他再次感受到那种情绪、心境上的敏感。所以他的解决方法就是他需要再更乐观、更有生命力，更有正能量去面对这件事。他也在告诉自己说，他已经比以前更好、更强了。他不会再像以前这样子需要逃避或什么重新整理，因为他已经重新整理完了。这是他他遇到你的时候一种心境上的状态了。好，我觉得差不多就这样哈。这一题我的角度选择2号牌的人，我的角度跟我的感觉，我觉得没有讲很多。然后有些东西我一直在重复诠释，因为我觉得很难诠释。所以选择2号牌的朋友，我希望你们有听到能帮助你的重点，跟给你一些方向感。总之结论是，你们两个相遇的门已经打开了，但是节奏挺缓慢的。要到你们邂逅相遇的这个进行的节奏挺缓慢的。但好事是，这个人似乎在符不符合你所期待的那个人上面来说，牌面上没有提出任何很不一样或是很相异的讯号，也就是说，不太会离你所想象的差太远，所以也就是说，可能会是你会喜欢的那一个人啦。我尽可能给你讯号了，希望够听，希望够多，就这样。然后选择2号牌的朋友，那今天就这样哦。总之，祝福你们哦，谢谢你们来听。然后接下来是选择3号牌的朋友，今天的题目是，你心里所期待的人已经来了哈，已经来了，来帮你看一下5张牌的情况哈，先翻5张牌。好，第一张，只能说你现在其实你们应该还没有遇到啦，你们还没有遇到，因为你们现在的情况比较像是在着重在自己的世界里其实你要注意一下，你现在对于桃花的感知力偏弱。你今天虽然你来看这组牌但选择3号牌的朋友，我觉得好奇心的成分过高，心里所期待、所相信你能够遇到你心里所期待那个人的意念不够强。这里一开始可以先提醒你一下，也许你应该要很强，也许你相信你很强，那这边提醒呢，就表示可能不够强，你要加强一下。这个加强是怎么加强的？具体的就是你脑袋里那个条件、样子、声音、模样、衣着、品味、做人做事，他应该会有什么样的朋友？你就在脑袋里特别想一下啦。他会比较具体一下，然后宇宙会接受这个讯号比较清晰一下那如果你真的很想要某种样子的时候，其实在看完这张牌之后的情况，你平常可以不用冥想，你可以在你想要休息的时候，把眼睛闭上来，想一下你希望什么样子的人跟你在一起，偶尔想一下，这个能量或是他找到的人，或是你将来会遇到的，会比较趋近于这个状况啦。来，继续看风能量很多风土能量很多我只能说，因为今天的题目已经定在来了，所以它确实是来了，宇宙是找到了。但是你们周遭有太多的风，在我的脑海里出现的是太多的随机龙卷风，在影响你们相遇啦。它会有什么情况？第一，最近其实你们会很专注自己的事情之外，眼睛很难放在喜不喜欢人或感觉喜不喜欢人这件事情上面，会比较弱。你们两个都是，所以彼此就算在附近也不会察觉。第二，你们很有可能最近会走在不同的路上，一个往东，一个往西，一个往北，一个往南，会有一些
完全交错的状况。所以选择3号牌的朋友，只能说你们一直在附近交错，有点向左走向右走的状况，表示在附近了，但是一直在错过哦。在很深的讯号里啦，你目前就已经跟他走向不同的方向，你现在是背对着他的哦，所以算有趣啦，一直成为彼此附近错过的人也算有趣哈。他这个错过不像是认识之后有感情之后的错过，而是你们一直处在一种陌生人的状态在附近出现，所以很有可能你们遇到的时候，我觉得不是很有可能，他已经是这个讯号了。你们遇到的时候会有一种奇怪，我不是很常看到你嘛？怎么今天才认识你？你会有一种熟悉感的开始，然后才会找到答案说，哦，原来我们平常很常遇到，或是你们也没有察觉到平常很常遇到，而是你们突然讲起的生活方式或是时间表去哪里，才发现说很相似，这样，所以我才说很像向左走向右走啊。那因为这边太多独立性的牌了，独自一个人的牌了，独立面对其他人的牌了，然后没有水能量在串联你们两个人的情感。好，难得出现的水，却只是带领你们走向不同的方向。没办法，它已经符合了今天的题目了，但是它并没有顺便帮你们开了那一扇门。其实今天3组牌啦，除了1号牌之外，第2跟第3都有这个状况啦。宇宙的能量似乎很努力的，花了非常多大量的能量把你们两个拉在附近了，但是你们的连结本身没有存在，所以要有机会创造你们相遇或邂逅的状态。好，来，我继续来看看有没有。开始有，但是还在很远。我必须说，你们会相遇，你们会有邂逅，但时间拉得蛮远的耶。我用牌面解释好了。钱币5挡了一扇门，那它在的位置是一个铜墙铁壁的位置，这个门已经把它盖到像城墙一样了。所以他在告诉你说，你们两个这么常错过，但是就是不会遇到。所以今天这题目说，你所期待的这个人已经来了，但是要给我们开门啊！但选到3号牌的门还没开，什么时候要开？他终究要开，但什么时候要开？现在就是还没有开的状态，但是就真的在附近了啦。但是我跟你讲一个契机点，也许你可以自己开。今天这题目说你所期待的那个人，刚刚我一开始也在跟你讲说，你要具体的在脑海里想出他的样子，什么样子。所以从这个角度，你去观察一下附近有没有这样子的人，应该就是他哦，因为他真的还蛮近的。因为水能量终于出现一点点，但是这个水能量的开始，其中包含了好奇心跟启动力，就是启动的力量，情感启动的力量，都在一个很小、很探索性的、很捉摸不定的状态里，但是有，所以表示你们会相遇。这个水能量也在你们附近盘旋，可是没有被接住，没有被你们任何人接住，也没造成连结，所以我才说，你附近可能会真的会出现你所期待的那个人，那个样子什么的，就在你附近了。如果你连续看到2次，那可能就是他了。但是要怎么创造这个连接，目前还没有。难道要你鼓起勇气去问他吗？就直接干嘛？也可以啊。也许这个邂逅是你自己创造的，这一条路径是你自己创造的。好，来。第3号牌可能会讲比较快速，讯号很少，而且又讲得非常明确。我看到的是他会给我一个新的场景，它很像在一个大草原，一个夏天的大草原，一个山坡大草原。然后你在一个小丘陵上面有一棵树陪你，你在那边休息乘凉。
可是你口袋里突然掉了一个东西，掉了一个钱币吗？掉了一把钥匙吗？还是掉了一个东西？然后它滚下山坡了，你要追着它捡，可是它停了，它停在草堆里，所以你要在茫茫的草堆里面去找那个掉的东西。现在你们两个的状态是这样你知道你在找什么，但是有很多东西阻挡，什么东西？路上忙碌的人，各种店家，各种声音，让你发觉到它附近的这个敏感度消弱了。你知道你在找的那个东西，就跟你心里所期待的那一个样子很明确，但你找不到。然后还有一个状况，你找到了，反而你还不确定，你刚刚掉的是不是这个东西？所以我才说，选择3号朋友，你有一个契机点，有一个讯息，就是这个人一定是你心里所期待的那个人，而且他有一种熟悉感，他一个熟悉的感觉。会很明确，它没有带来很强的陌生感，它反而带来一种很熟悉的感觉。只是说有个困难点是，你如何突破自己心里的那个不确定。就像，我又用钱币来讲了。就像如果你跟旁边的人一起掉了50块钱币，然后你们都看到地上有一个50块，而不是2个50块钱币，可是你不确定这个是你的还是他的，会有这种很难的不确定感不过啦，我还是往好的方面讲，它真的就在你附近盘旋了。我们把它当成是一个有趣的寻宝游戏也可以啦，反正故事线也不会不会只有这一条线。毕竟今天的题目是你心所期待的那个人，有啊，他就在你附近了哦。这真的是一个寻宝游戏耶。好，讯息真的很精简，很少。那我继续往下翻好了。很少会10分钟，我已经在翻第2个部分了，但我帮你翻我用比较强烈的牌帮你翻。好，我必须说，其实他来到你附近啊，其实是宇宙真的有选到这一个人，有挑好这个人，然后直接送到你附近了，门打开了，而且这一个适合你的状态，这个人除了是你心里想要的话，我觉得他还适合你哦，他有点像是在某种遥望某种目标。我这样讲好了，如果有一个猎人拿了一把枪，他要射准一个靶心，他看准了那个靶心，所以他开枪了。那个子弹飞行的时候还是会射中那个靶心，可是这个距离有多远？大概是彼岸这么远，2个岸这么远，这么远的距离他还能射中。我讲这个意思是说，今天选的这一个人，除了是你内在的那一个你所期待的那个人之外，很具体的样子之外，宇宙整个能量还选到了很符合你心里所期待的那个，就有点正中红心的感觉。他们选到了，那丢到你这边来，可是他们只是负责把它丢到你这边，就没有给你们开你们2个要相见的这一个门。那好事就是你还非常，反正你会非常喜欢这个人啦，因为非常符合你的期待。好，那继续往下看。不过这边有讲你们可能是很不一样的人初期遇到的时候就会发现外在可能是在你期待的，可是他的背景各方面喜好、世界观或什么，其实跟你不太一样因为这边有在说，你们第一次初期见面的时候，并没有大量的爱情火花膨胀或爆发，只有一点点，然后还充满了冲突跟不同但是
第一次见面的时候，确实是有一种瞬间的火花会有爆发出来。可是因为是爱情牌，它这个是一个疾风，强风吹过你的皮肤，很快。所以如果你们第一次见面的时候没有很好的融洽的相处，或是舒服的相处，我觉得它很快就会变成就进入了一种认识，然后要立刻展开爱情，可能没办法。不过因为这2张的水能量让我有燃起一些希望，我这边可以告诉你，如果真的有最近真的有一个近期啦，反正有一个人是你所期待的样子什么的，然后你们有对话到了，然后有感觉到彼此对彼此有感觉的时候，请你去强化跟加重你的喜欢，跟表达的更清楚，因为它这一个水能量它是互相的，它是互相会被激励的，因为对方也处在一种不确定的感觉，所以如果有更明确的喜欢表达出来，对方才会有一种安全感，或是对方才会接受到说，跟我最内心所渴望的好像一样，那我感觉到安全感了，我也可以再做表达。他这一题有需要这样子，需要有一种比较刻意，需要再多一点主动去强化这一份情感，他比较不太是自然而然的内在有一种抵挡不住的2个人都有的一种水能量跟爱情能量，然后澎湃起来。这一题没有，因为这一题真的有太多风能量跟土能量在里面做一些搅和了。然后这里就讲，今天这一题的讯息真的很少没关系，我们继续翻，来，我继续翻啊，等等哈。然后我继续翻你们2个的。他这个人确实出现的时候会有一种，我刚刚说其实有熟悉感呢，可是这里又告诉我说，这为什么又有再强烈的一个陌生感跑出来？就我觉得应该就是在说，因为你心里所期待的那个人是一种很具体的样子在你内在啦，所以你遇到他的时候，看到他的表象，很多东西都是符合你的心里所期待，所以你会有一种熟悉感在你附近，所以你很快就应该确定就是这个人。可是因为背景的各种不同，刚我前面讲的，他有那个风能量很强，他有一种很不同的东西在后面，所以你会在初期之后慢慢发现说，原来这个人跟你想的不一样，所以那个陌生感就慢慢的浮现出来了，会慢慢的浮现出来，所以后面可能要有点适应那我不太能说你们2个匹不匹配或能量契不契合，我只能说你们2个相遇的时候，初步会有一点点出乎你意料之外，除了这个人的外在或内在各方面个性可能是比较符合你所期待的，可是会有蛮多的惊讶，而不是惊喜，惊讶。他有很多其他跟你完全不同的东西，你可能会遇到，然后你自己很有可能会不感兴趣了。我必须直接老实跟你说，但是如果他的外在或是他的外表或是第一次印象让你觉得很不错，虽然有很多其他不在你预期的不一样出现的时候，你有点想放弃的时候，要怎么突破这个？这边给的讯号是再等等，不要拒绝这么快，再等一下。他这边有一个讯号告诉我说，你会突然因为某些不适应就干脆不要了，但是后面却有另外一个讯号是，在你转身离开的瞬间，好的能量才浮现出来。因为他为什么我会这样讲？因为他这边有说你会下决定就不要的速度有点太快，可是后面的好能量却是慢慢的浮出来，是2种不同的时间感。他这边有在说，你可能会选择一个立马决定不要的那个东西，可是可惜的是，
他的好或什么，或才在很深的地方才慢慢的浮现出来。而且他这里不是说他的好会慢慢浮现，他还包括了你对他的喜欢才会慢慢的浮现出来哦。好，第三组挺复杂的哈，来再看一下，我帮你看一下他会带给你什么了，看有没有对你有没有诱惑了，有没有一些吸引力哦。这边的我这样问就给很现实，其实你会有一些挣扎，因为他可能真的让你很着迷。表象的东西，第一次印象的东西很多，因为它真的有点符合你心里所期待的样子。那这边还要真的再说，它内在的丰富度，它的好，它能带给你的快乐，你对它的喜欢，真的要慢慢的浮出来。它这个馈赠，这个礼物，会在你们的关系开始之后，交往之后，认识之后，才开始从遥远的地方慢慢的运过来，节奏是这样子。所以也就是说，这个人的好需要花时间发现的啦。当然，你也可以很快就放弃，或是不要，因为你觉得很累，或是你觉得你不想要这么慢，或什么都可以。但是我还是跟你说，这个人的好就在后面哦。这个人，我也不知道他这里给的这个人的讯号真的很少，他真的是比较抽象的，就是说这个人的好就是放在比较后面啦，都没有在讲说这个人的个性怎么样，他的能量就都没有这个讯号，最多就是这个。那后面发现的好是多好，这边也没有什么讯号，没有很明确的排列组合。那我直接翻好了，我直接对于这个人翻好了哦。看他是往什么方向走好了。这边给的一些讯号大概整理诠释他的人的性格各方面的比如说他其实是一个对于其他人的难处非常有同理心的人，他的怜悯心很大，所以他对于别人的痛苦是很容易感受到那种共感，很容易觉得难过的。然后他常常因为这件事情在审视自己的好坏，或是他在这个世界的价值里。那也因为这个审视之后，他很快就会燃起对这个世界的一些希望。所以在这边看起来的时候，其实他是一个很乐于助人的人，而且我看得出来，他其实还蛮爱捐钱的，就是好像是他所能做的善事就这些，他的能力就只能做到这些。但是他对于自己，他其实没有那么心疼自己，他其实对自己没有那么好，因为他不知道要怎么对自己好，他反而比较知道要怎么对别人好，因为他所有的感受力跟一些怜悯心都在外面，所以他其实是一个烂好人的状态，他太在乎别人的痛苦，其实有时候常常忘记自己了。我这边有看到这个东西耶，所以才会说，你一开始遇到他，说像外表、外在什么的，你都会觉得还不错。说，可是你会发现他一些阴暗面、阴层面，你甚至会觉得他有点阴阴森森的，就是个人个性好像有点不够乐观、不够正面、不够正能量。其实他不是，他只是太容易感受到别人的痛苦，然后太在乎怎么帮助别人。他对别人的感受，他脸上会有一种很同情这个世界的痛苦的表情，所以会误以为让别人觉得他其实是一个很悲伤的人，其实他不是，他是一个很怜悯世界的人，也算是一种很大爱的人。可是因为他觉得自己的能力不足，他最多就只能可能想要捐钱或什么捐钱的。其实他更强化的是，他可能也会去做义工，会去帮忙别人的工作。所以啦，我大概可以抓到为什么你们初期在一起的时候会有一种完全不一样的方式，因为你会发现他的爱的样子模样跟你的爱的样子模样不太一样，他的爱比较像是大爱博爱的，你会觉得他好像对所有的东西的爱都有点平等，然后你会开始怀疑，所以我才说你会有一种觉得太不一样感觉，是我觉得你会有一点怀疑说，那他喜欢你的爱会有特别重要吗？或特别珍贵吗？会在初期的时候会这样子，但是你后来，我觉得你后来会慢慢发现，他人的好，可能是因为你被他对于其他人的爱所感染了，或是你学习了。目前讯号给的讯息是这样来，我再继续往下翻，因为我在翻这个时候，我必须要排除你这边的那个能量的干扰了，我就要完全针对我要看到的这一个人。
所以我在解说的时候就完全要忽略你的介入就是我只讲它就好了，好坏就直接讲，因为前面真的讯号给的太少了。sorry， 我拿错排版。我翻一些比较深层的东西。只能说我在这边得到的结论啦，他其实是一个常常让别人误解他是一个孤冷冷漠或是没什么感情的人，其实他不是啦。我觉得他需要恋爱来去被感受一下，有些爱的层次是不同的。也甚至他需要知道说，并不是完全的付出才可以疗愈自己，你有时候要自己心疼自己，所以他需要恋爱的地方，他需要有一个人很主动的去心疼他，他才知道说他值得被人心疼，或是他自己也要心疼自己。既然是这样子，他的爱不能都是在付出而且是一直在付出一些完全无回报的东西无实质回报的，都是只是心灵的安慰的这种回报，其实是不够的来，我再继续。好，来，我来直接翻看看，直接翻看它很深的内在阴暗的东西。这样子比较能够让你们看清楚在哪区再看一下，他还是我觉得他其实内在对这个世界的完美程度太要求了啦。他其实心里对世界有很多的不满意，他觉得世界应该可以更好这是他内在很深的世界。他并不是说他是一个对世界太高标准的人，没有啦，他心里有一个比较完美世界的一种想象然后他有很努力的让自己变得更好看，能不能多做一些事情。可是他后来发现说，他只能对于少数人或什么少数可能捐献什么的能够多一些帮助，这是他唯一能做的，他能力就只有到这里，在他的心里是这样想，所以他会把自己其实他其实觉得他其实对自己的能力不足，其实他隐藏起来了啦。但是我这边看到，其实他没有他想象中的这么糟。他其实我认为他只是对自己太刁钻了。我这边看到的就这些。然后我觉得他需要有人来帮他解放他这一个封闭的状态。所以我大概知道连接到你的话，你为什么你心中所期待的人格性什么都会满足你？因为他其实他好的那一面都满足到你，可是他内在的阴暗面，你似乎在初期的时候没办法解决，然后他也没办法很快速的去告诉你。那所以这边才会说，如果你愿意再等等往下翻的话，你才会发觉到他的爱的层次是什么，然后才会发现到他内在其实没有他想象中的那么不丰富，或是他的能力有那么多不足，只是他现在有一点像是他想做的跟他能做的，他把距离放得太远了，所以他才有一点让自己变得比较没自信，跟觉得自己无能为力。他会有这种气息跟状态起来，所以你在慢慢跟他相处起来的时候，他会被你的眼光怎么看他，或是看待他的角度，才会发现自己别的一个方向看自己的缺陷啊、优点啊各方面，才会看得比较多啦。他需要透过另外一双眼睛看他自己，所以这个爱情我觉得为什么宇宙会挑他来，我觉得还是有一些原因呐。我觉得它有一种教学相长的概念，而且是互相的。我不觉得你是来要帮助他的，我觉得他内在的那一种大爱啊，对于世界的那种怜悯心，似乎是你这边缺少的。我因为我这边看到是你们这边是两种完全不同爱的规模，两种不同爱的模组，所以它这一个碰撞似乎要让你们感受到爱的形状或是爱的面向会有更全面的体会。我目前能得到的讯号就只有
最终止的讯号就只有这种，但是挖到了它很多阴暗面的东西，我猜想初步或各方面你的不适应，或是你想放弃的时候，会被这些击退。但是它后面这些我们挖出来的，它对于爱的诠释跟你的完全不同哈。我觉得应该会有蛮多意外惊喜的，因为里面我觉得这种大爱不简单呐、这种我觉得像这种好人呐、只能够去帮助别人来疗愈自己的这种好人，我觉得通常都不太坏，而且通常都还蛮优秀的，只是他们都太忘了把注意力放在自己身上。这世界上大部分的人一整天99%的时间都带注意力在自己身上，可是他反而相反，他太注意外面的人哦。所以你跟他的相处的时候，在某方面来讲，时间拉长了，你会知道，我觉得你们俩像是两种极端呐、所以相遇才会有所平衡。所以他这一题虽然题目是说在你心中所期待的人，可是你觉得期待不了他是什么样子内在，或是他这样子的人格，所以我觉得他这个只是一个媒介。哦，这个宇宙的能量，我刚刚说他们终于找到了，很挑剔的找到了，然后让你们相遇。我觉得他应该有一个理由。我觉得要让这么两个不一样的人相遇，一定有一个理由。可通常我觉得终极目标都是为了要达到某种平衡。那为什么要某种平衡？因为可能两个都走在某种极端。那这个极端不一定说你的人很极端，可能是因为对爱情的观念来说，两个人是在两个不同的极端。那相遇之后才会制衡，才会平衡。那通常会这样子拉在一起的时候，我都觉得通常性格上或是默契上都不会相差太远，只是初期的时候，在还没有了解很深的时候，会被某一些很显现、很显化、很外显的状态所误解。好，那我觉得这一题它的难度比较高，所以你会在初期的时候会有一种想要放弃或是不要的心态，我觉得很正常，因为你会感受到那一种，好像我刚刚就说你们好像有一道墙，对不对？那个墙的感觉会还在，虽然路通了，打开门了，能认识了，但是那个墙还在。哦，所以我不知道说到底，因为刚前面有说你们两个人相遇的门是没有打开的啦，就是还是有很多契机点会有出现。哦，就是可能会有一些契机点出现，但是他这边讲到后面说你们两个相遇的时候可能会有什么相处方式的摩擦或什么问题，他都讲了，表示你们终究还是会认识的。那认识之后呢，那个持续性要怎么把握，要怎么调整，我觉得那才是难题的开始。可是我通常觉得，通常有这个难题开始之后，后面应该真的都有可贵的东西会慢慢浮现，可能要花很多时间，都不是初步就能发现的啦。都不出夫人，但是你要相信一件事哦，他这边恋人牌有在这里有出现哦。他这恋人牌其实出现的地方在于你们两个的争执、两个人的磨合、两个人的不同、两个人的冲突上。可是他出现的是恋人牌，表示你们两个在一开始的不适应跟一开始的相遇的陌生感的时候，并没有那么糟，因为它有恋人牌，它是一种非常好的、很舒服的、很快乐的、很幸福的感觉。在这一个点上试出的时候，它其实在告诉你说，不要被这些一开始的不适应，或是误解，或是觉得很难，或是格格不入的感觉给骗走了。其实你们两个是合的，哦，其实那个幸福点、那个幸福能量是在的，可是不要被其他的东西所分心，所让你们两个错过了，所以这边才会出现这个牌，在一个慢慢的答案的路径上出现这个牌，他告诉你说，有些可贵的东西真的是要慢慢才会浮出来的。这个人就是好，那这就是今天3号牌的朋友。我觉得第3号牌讯号很少，很精简，反而我觉得很难。我要很努力的去挖更多东西，但是很难拼凑。但是我还是只能零碎的跟你讲，这一题不太像是我其他的故事线能够很连贯的把它讲出来，应该什么方针、什么路走。这一题非常零碎，但是我已经尽量给你挖了。那你听的时候，希望你不要太拘泥细节。听这个的时候要抓一个重点，就是你听完了，脑袋只浮现那1、2句话，那表示那个才是对你来讲有用的句子，好，才是你该听到的，或是你会听到的东西，这样就好了。好，那如果你再不确定要重听也可以，但是它终究还是会只有几句话在你脑海浮现，它不会整篇的，好吗？哈，那就这样了哈。那3号牌就这样了，真心祝福你哈。那这个人，我觉得他是要后期才会发现的很好的人，所以需要一点难度。总之，祝福你们哦，谢谢你们来听。